哎呦我这一大鍋誰能頂住啊？我其實除了枸杞還有一個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媽的弟弟的兒子的媳婦家孩子。他說好長時間沒擦大哥了，今天來看看我倆。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來，說串門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葉的不少，帶茶水的真是頭一個。我昨天問他想吃點啥，他想到早晨3點多告訴我鍋包肉、魚香肉絲、麻婆豆腐和雞公煲。我說哥們就這麼幾個快餐店的菜，那至於想到天亮嗎？他說哥呀，我不到這個點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。他內心的聲音其實就是蓋飯，但他哈喇子盡頭應該就是我這鍋大骨棒。我一個沒看住，他把我準備炒回鍋肉的五花肉全扔裡了。我現在覺得這點蔥綠的恰到好處。完了，我問他是否小酌啊？他說還是喝茶吧，20來歲該養生了。這焙火燃茶是無糖的，用的還是大紅袍，特別純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願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膩。然後他跟我說你家肯定有豬油，能不能給我來一碗豬油拌飯？真的，我懷疑他這300斤體重裡起碼有200斤是心眼子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豬飯、魚肉、鍋包、五穀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和夫、黃雞、牛滑，還有他要酌一下的燃茶，還得說胖子會吃，這白肉蘸點蒜泥，當時給我香迷糊了。我又來了一碗麻婆豆腐蓋豬油拌飯，這香味活該的想到天亮。完這小一口大骨頭，一口燃茶呀，因為這每瓶有11克膳食纖維，他喝完了能刮过肚子裡。你瞅他吃這麼香，我說你說句實話吧，是不是家裡有啥狀況供不起你了？他說哥呀，我媽在家只給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點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媽在家吵吵了，他倆一個想出去吃，一個想在家吃，然後在僵持階段，他倆幾乎是一起說的，讓你兒子回來做唄。你說這人退休了能閒成這樣啊？2口打仗6韓玩。我回來一看，羊蝎都換好了，我也沒整明白這是什麼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這倆人啊，就屬於在水塘裡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這肘子，我說咱今天烤一次試試唄。我媽說我幫你扎眼吧，還解恨了。我說媽，你別這樣，我一貫勸分不勸和呀。這個醬湯羊蝎子是一個老師傅給的方，他說他們飯店靠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帶着方子出來單幹來了，第2年就倒閉了。這條魚眼肚瞪那麼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為啥，下的粉條給它一起撈了，這個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。這灶這麼站着，啥時候能吃上飯呢？好在家裡有一個真米析出机，設置好時間和溫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業級味道。你想要幾分熟就能幾分熟，而且還能炒菜，輕鹽少油，告別猛火爆炒，讓你的飲食更健康。我媽說頭2天燉只雞才25分鐘，我說媽，我這蝎子撈了快2小時了，你早他媽寻啥了？我媽告訴我父債子償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德烤肘、北水肚、蝦炒白肉、醬蟹、肉芽、飛牛、磨茄、鬧大眼。我怕他倆吵吵，我吃飯給我姑都找來了，然後又把我弟貢獻出來了。這娘倆捨命陪我媽喝呀。後來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倆真辦事啊，啥也別說了，我以後對我姑父好點吧。完了，拍視頻讓家裡人刷着了。這他媽前2天端午掏我老窩來了，我怎麼感覺跟上班似的呢？就是你會的越多越倒霉。你就說扒蒜這事兒，不應該是聚會裡啥也不會幹的人幹的嗎？到最後我扒了半個多小時。哎，住他媽7年了，双向水槽头一次用上，然後我開始了漫長的刷蝦環節。你說哪個你不得挨個收拾？萬一吃我嘴裡呢？刷蝦、去頭、去線、開背，這點蝦我收拾他媽3個多小時。你瞅着一層油花，這個肉片等會兒炸完了啊，你搁嘴裡咯吱一咬，滋滋冒油。哎呀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可他媽不願意整這玩意兒了。收拾完了先炸，炸完了還得燉，扒得磨磨唧唧的，還沒人收拾桌子。誰說上我家想吃點小龍蝦，我都想給他門牙刨掉了。這個豬蹄也進入最後步驟了，我就喝多來的，非說切豆角絲兒，這絲兒切的，剛我搁在蒜蓉的出鍋了啊！再來一鍋13香的。咱說一個家用廚師必須要做好時間管理，你的菜可以做得慢，但必須一起好，要不然你上桌之後吃的全他媽剩飯。介紹一下今天的菜品啊：13龍鍋肉。烤蹄兒、豆絲兒、蒜香龍啊，反正就這麼幾個菜，隨便家裡吃一口，我們就開吃了。你趕緊訂外賣吧，你還尋思啥呢？我的媽呀，這誰能頂住啊？這玩意兒誰看誰不迷糊呀？家裡來姐了，非要吃小龍蝦，那玩意兒也不好收拾呀，還老夾手。但我說為了你們沒事兒，我喊我弟來收拾。我弟聽說門口有4雙女鞋，還拎個榴蓮上來，我烤了一半，凍起來一半，這樣凍的那半就是我準備的了。
他們淨整的沒用的，說不吃米飯怕胖，完他媽讓我做個芝士蛋糕。然後我研究出一個新節目，大盘鸡燜卷子，是不是從來没吃過？我也沒想到西北和东北在我身上合为一北了。咱說什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呀？就是他媽得好琢磨。他們還點了幾個菜，口蘑湯、鍋包肉、黃豆燜豬蹄兒，這幾個菜都是來我家桌桌必點的。完了還點了個素黃菜，我說行，原來上班的時候也做過。但我說烤魚是不是過分了？真他媽拿我們家當飯店呢？有個姐妹想嗦粉，我給她安排了一大碗李子柒螺螄粉。這粉有點東西，米粉 Q 彈，湯底醇厚，味道鮮香。這一碗誰看誰不想嗦上一口？你看我弟嗦的多香，我就說他從來不吃那老爺們吃的東西嗎？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螺粉、13龍、蒜蝦、大雞卷、黃蹄兒、魚、鍋肉、蔬菜、口湯、烤蓮、汁糕。我弟說咱6個人，你少給人拿一套餐具啊。我说那什麼兄弟，你誤會了，沒想留你在這吃飯。開哥，小點，走吧，開哥，走吧，再說。你弟不來這吃飯？他那啥，他家裡有事兒，咱先吃吧。我弟家拍照還他媽漏了，就是他們一邊在上面抽煙，一邊在後面給我冒烟，所以今天我哥倆只能吃素了。知道他為啥削皮削的這麼認真嗎？因為我弟對維 C 和果皮過敏，我曾經用他的嘴測出不少單位賣的那飲料都忘放果肉。這個茄子好像是我的腦子，水分太大。嘿嘿，得虧肥肉放的多。他後來扒一扒就給自己扒鸡巴了。他說哥不用去皮了，我病好了。我真他媽有病。這個番茄炒蛋呢，你加點小辣椒。這是我有一次吃盒飯學的。你上一口酸甜，下一口辣蒿，吃完之後你刺刺挠挠。這個大肉粒兒也是我的一絕。那多少人來我家吃完這個滷子，回家就血稠了。但他倒是很快樂，讓我弟找個能過涼的東西。我腦瓜仁他。今天的菜一般呢，茄肉、肉蛋、蛋式。Q7 就這點玩意兒，我們爺倆中午簡單吃一口。這麵條塗了這麼香，我不行，我晚上得來個粥。我前段時間被一個視頻種草了富平柿子餅，那柿子餅金黃的，掰开還有點流心的狀態，看着可狗饞壞了。所以我買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點。但是這玩意兒在家做很麻煩，因為沒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。這1500多個柿子，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毛子削的皮。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，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，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，就先奔凍柿子去了。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。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，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。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，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，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。有了這房子之後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後來大冷的時候，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，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，我同時開了3個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時候，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恆溫10度。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，但我這純是愛的供養，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電費2500。這柿子晾到縮水2/3的時候，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。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，我就整了點寻味吃的螺螄粉肥牛火鍋，1塊錢就到手這一大箱。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、4隻鴨掌，還有滿一鍋肥牛和配菜，味兒也特別正。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，還有這半只雞拉麵也真的有半只雞在裡邊。現在拼多多有10000個試吃名額，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，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，我發現試吃棚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，問誰都說不知道，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，每人分了10把鑰匙。我算是品出來了，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。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好吃了，皮兒有嚼勁，馅兒還有水分，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鲜食柿餅。但是據說捂出霜之後会更好吃，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捂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，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。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，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，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覺特別爽。但是因為沒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還是有點發黑。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的。但我發現這玩意兒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，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，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。